大家好，又係我 Big Boy 啊！見到我面前咁多刀咧，就知我哋今次會講下我平時做西餐係用啲咩刀啊！正所謂再鋒利嘅刀都會有生鏽嘅一日啦，所以揀啱嘅刀，用啱把刀，同埋好好咁去保養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咁樣會直接影響你嘅烹飪體驗同埋效率嘅。如果你都中意今集嘅內容，歡迎喺留言嗰度俾把刀嘅 emoji 我啊！今日我會講下平時我係用開啲咩刀款啦。佢哋嘅用途同埋特點係啲咩啦？仲會講下磨刀石同磨刀棒嘅分別啦，以及咧要點樣用嘅。不過戴翻個頭盔先啊！我自己絕對唔係刀嘅專家嚟嘅，純粹都係由一個用家嘅身份咁樣去分享一下。而且咧，我亦都冇研究唔同牌子嘅刀嘅，覺得邊把刀啱自己咧就會去用噶啦。咁如果你對刀都有研究嘅話，歡迎喺留言嗰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心得啊！喺廚房入面咧，唔同嘅刀有唔同嘅角色嘅。揀啱把刀咧，可以令你事半功倍添。第一把要出場嘅佳麗咧，就係廚師刀啊，即係咧 chef's knife 啊。咁啊，刀刃咧通常係6至10寸長左右，刀身就比較闊嘅，幾乎咧係一把全能嘅刀嚟嘅。咁啊，佢可以切菜啊、切肉啊、剁碎啊，甚至切片咁。喺西式廚房入邊咧，80% 嘅工作咧都可以話係靠佢搞掂啊。咁我自己去揀咧，就會揀一把咧握柄比較舒適、刀片長度啱自己嘅廚師刀嚟到用嘅，咁樣切起上嚟咧就會順手好多啦。跟住落嚟咧就係水果刀啊，英文咧就叫做 paring knife， 刀刃咧就比較短小嘅，通常咧得3至4寸嘅啫，咁用起嚟咧就比較靈活啦。佢咧最適合就係剝皮啊、去核啊，或者修整啲細小嘅食材啊。例如蘋果啊、洋葱啊、蒜頭啊等等。咁啊 paring knife 咧最緊要咧就係輕巧，拎上手咧容易控制，咁樣做起嚟咧嗰啲精細嘅工作就會更加得心應手啦。然後咧就有麵包刀啊 bread knife， 刀刃咧比較長嘅，而且咧帶有鋸齒嘅，專為切一啲硬皮軟心嘅食物而設計嘅，例如啲法國麵包啊、蛋糕啊、威靈頓牛柳啊，甚至乎西瓜、南瓜等等，佢都可以輕鬆駕馭嘅。咁啊記住啦，切嘅時候咧唔使太大力咁向下施壓嘅，而係咧要利用鋸齒前後咁樣去移動佢，咁樣啲嘢咧就會好容易切得開噶啦。跟住就係呢個去刀骨啊 boning knife， 刀刃咧就比較窄，但係咧十分之靈活嘅，通常咧5至7寸左右。咁啊刀尖咧非常之尖嘅，專為去除骨頭同埋分離一啲筋膜而設嘅。咁無論咧係處理雞啊、魚啊定係牛肉咧，佢都非常之好用嘅。而有啲去刀骨嘅刀刃咧，仲會有少少彈性添，方便咧你可以沿住嗰個骨頭咁樣切，乾淨利落啊。跟住咧就係菜刀 cleaver 啦。咁啊，中式廚房咧就經常都會用到噶啦。佢嘅刀身咧又闊又厚啦，力量感十足添啊。多數咧就係用嚟剁下啲雞骨啊、魚骨啊或者大嚿嘅肉啊咁樣，甚至乎咧可以好似 Yan Can Cook 咁樣用嚟拍蒜拍薑，一嘢就搞掂啊。咁啊，薄款嘅菜刀咧仲可以用嚟切片添，非常之萬用噶。然後就係切肉刀啦 ，carving knife 啊。刀刃咧通常都係又長又薄嘅，專為切割一啲熟嘅肉而設嘅。例如咧，切一啲牛扒啊、火腿啊、雞胸啊、鴨胸啊、烤肉啊等等。咁由於佢嘅刀刃夠薄啦，咁樣咧就可以保持切出嚟嗰件嘢咧完整同埋美觀啦。然後就係魚柳刀 filleting knife， 佢個刀刃咧非常之薄嘅，咁而且咧佢個尖端咧非常之尖鋭嘅，同埋咧好明顯地咧佢個刀片咧係比較有彈性嘅，專為起魚柳而設嘅。咁啊，佢嘅靈活性啦，可以幫你輕鬆咁樣沿住嗰啲魚骨咧起出個魚柳出嚟，咁之後切埋薄片都仲得添。跟住另一把咧就係三德刀啊 ，Sentoku knife 啊，咁啊係日本嘅刀嘅代表嚟嘅，特別咧適合用嚟切菜嘅。刀刃咧通常係5至7寸左右，刀身咧就比較平直嘅。咁啊，刀刃嘅末端咧仲係圓圓地咁添，切菜嘅時候咧可以快速而精準咁樣切啦。我自己咧就冇特別擁有一把三德刀嘅，主要咧都係用翻廚師刀嚟到代替。不過佢嘅平衡感同埋輕巧嘅設計咧，就真係令到佢好好用啊，所以咧非常之受歡迎噶。最後咧就有呢個嘅削皮刀啊 ，peeling knife 啊，刀刃咧就更加短嘅，通常咧2至3寸嘅啫，刀尖咧就略為彎曲嘅，專為咧剝皮同埋修整一啲細小嘅食材而設嘅，譬如剝啲洋葱皮啊、蒜皮啊，又或者修整下蘑菇啊、紅蘿蔔啊，將啲食材咧修整得有美感啲。Peeling knife 咧就係最佳嘅選擇啦。咁用刀唔單止要揀啱把刀啊，點樣揸刀咧都一樣咁重要嘅。正確嘅握刀方法咧，唔單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啊，仲可以減少受傷風險添。通常最常用嘅握法咧就係 blade grip 啊，即係咧鑷握法啊，特別咧適合廚師刀啊同埋三德刀嘅。咁嘅方法咧就係用呢個拇指同食指啊夾住個刀柄同埋刀刃交界嘅位置。呢一個咧，我哋叫佢做刀頸，其餘3隻手指咧就握住個刀柄，
呢種握法咧可以俾你咧更加精準咁樣控制刀嘅角度同埋力度嘅，同埋把刀咧會揸得特別穩嘅，切菜嘅時候咧會更加慳力同埋穩定噶。而另一種常見嘅握法咧就係 hammer grip 啊，全柄握法啊。咁呢種揸刀法咧就適合切菜啊，或者咧需要用力嘅工作啊，例如剁骨頭啊咁樣。咁啊，將成個手掌咧握實嗰把刀柄，拇指咧壓住喺刀柄嘅頂部。咁咧就可以增加劈落去嘅時候嘅力度啦。咁呢種握法咧適合咧需要大動作嘅切割嘅，但係切出嚟咧就會稍為冇咁精準啦。然後咧仲有呢個嘅 point grip 指向法啦。咁啊手掌咧會握住刀柄，延伸出呢個食指扣住嗰把刀背啊，令到嗰把刀咧彷彿好似咧成為咗一個手臂嘅延伸咁樣啊。咁呢種握法咧通常啊係會用喺呢個刀刃比較長嘅刀嗰度嘅，例如咧扭刀咁樣，專門咧就用嚟咧切一啲魚生嘅。咁啊呢種握刀嘅手勢咧一定要夠精準，就好似咧外科醫生喺度操控一把手術刀一樣啊。咁啊仲有一種咧叫做 toward the thumb grip 啊，大拇指操控法啊。通常咧喺啲細刀咧就會用呢種握法噶啦，例如咧 paring knife 咁樣。咁啊除咗拇指之外咧，其餘4隻手指咧都會握住呢個刀柄嘅，但係食指咧就會稍微咁樣彎曲去晾住嗰把刀。咁當嗰把刀咧切落去食材嘅時候咧，空出嚟嗰隻拇指咧，同時咧就會將食材推向個刀鋒嗰邊啊。咁呢種切法咧就需要比較熟練嘅技巧先至可以切得快而精準，而且咧唔會割傷大拇指嘅。咁揸刀嘅時候咧，仲要注意你嗰個輔助手啊，即係另一隻手啦。咁啊，另一隻手咧應該咧就用呢個嘅爪形握法啊。咁啊，將指尖咧向內咁樣彎曲，關節咧微微咁突出，輕輕按住喺食材上邊。呢個姿勢咧就可以保護到你嘅手指啊，因為咧手指嘅關節會頂住嗰塊刀片，同時咧可以穩定食材啊，確保切得均勻啊。咁切菜嘅時候咧，你個把刀咧係應該要咧順住你嗰個輔助手嗰個關節咧一路咁樣喐嘅。咁通常都係褪後咁喐啦，保持住呢個節奏感，咁樣咧就可以安全咁樣去切開一啲嘢啦。講完刀款，我哋講下點樣保持把刀嘅鋒利啊。因為刀鋒越利咧，出意外嘅機率咧就會越細啊。如果把刀咧好鈍嘅話咧，當你切嘢嘅時候咧，嗰個刀鋒唔能夠第一時間去卡住落去嗰個食材嗰度，把刀咧就會好容易跣走噶啦，然後咧就會好容易切親自己啦。咁啊，磨刀石同磨刀棒咧係兩種非常常見嘅工具嚟嘅，但係咧佢哋嘅用途同埋原理咧都有啲唔同噶。啊，磨刀石嘅英文咧就叫 whetstone 啊，佢係用嚟重新塑造刀刃嘅形狀同埋鋒利度嘅。咁啊，當你嗰把刀咧變鈍啦，又或者有小缺口嘅時候咧，磨刀石咧可以幫你磨出一個全新嘅印口嘅。咁磨刀石咧需要浸咗水之後先至可以用嘅，而且磨刀嘅時候咧要控制角度同埋力度啊，咁啊比較考功夫嘅，但係咧效果係最徹底嘅。至於磨刀棒咧，我哋叫做 sharpening steel 啊，或者 honing steel 啊，通常咧係一條比較長嘅金屬棒，表面咧有細微嘅紋理嘅。咁啊，佢嘅作用咧就唔係磨走刀刃嘅金屬，而係咧幫你矯正刀刃嘅微細捲邊啊，令到你嗰個刀刃咧可以重新對齊啊。咁啊，回復少少嘅鋒利感咁啦。咁磨刀棒咧就適合日常嘅保養嘅，特別咧喺你切一啲硬嘅嘢，或者長時間用完把刀之後咧，可以幫你嗰把刀咧快速咁樣回魂啊，令到佢唔好變鈍。但係咧就唔可以好似磨刀石咁樣令到把刀變得鋒利嘅。咁簡單嚟講咧，磨刀石咧就係一個大修啦，而磨刀棒咧就係一個小補啊。咁兩者配合使用咧，刀具就可以保持鋒利啦。至於磨刀石上面嘅數字咧，例如1000啊、3000啊或者6000咁樣咧，代表住石頭嘅粗細度啊。咁我哋咧叫呢啲粒度咧叫做 grit 啊。數字越細咧，例如400咁樣，代表咧嗰個石頭咧就比較粗嘅，咁啊適合修補咧比較鈍嘅刀刃，又或者咧去除一啲缺口嘅。至於數字越大咧，例如3000咁樣咧，就代表嗰個石頭咧係比較細膩嘅，適合咧精磨同埋拋光個刀刃啊，咁啊令到個刀面咧更加光滑同埋鋒利嘅。一般嚟講咧，磨刀嗰個數值咧，我哋會由細去到大咁樣嘅。例如咧比較鈍嘅刀嘅話咧，我會先用呢個300又或者400 grit 啦。咁啊磨出一個基本嘅印口。如果唔係好鈍嘅話咧，我就會用600又或者1000咧去磨咗先嘅。之後咧就會再用呢個3000甚至乎係6000去精磨佢啊。咁咧刀刃咧就會有鋒利有耐用噶啦。用磨刀石去磨刀咧，只要跟住啲步驟咧，其實咧就唔難掌握嘅。咁啊，首先咧，我哋咧就將呢個嘅磨刀石浸喺水入面先，大概5分鐘左右，直到呢個石頭咧唔再冒出氣泡為止啊。咁浸水咧可以減少磨刀嘅時候咧嗰個摩擦嘅熱力啊，仲可以咧洗走磨出嚟嘅金屬碎屑添。咁浸好石頭之後咧，將佢放喺一個穩固嘅平面度。
最好咧用啲嘢墊底，防止個線啊。例如咧一啲濕布啊，又或者咧好似我呢個石咧係跟埋一個膠套嘅。咁今次咧我就會先用400 grit 嚟到磨嘅。咁磨刀嗰陣咧，刀刃同埋磨刀石嘅角度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喎。一般咧，我哋會保持住喺15至20度啊。咁點樣揾到呢個角度呢？一個非常簡單嘅方法就係將刀咧垂直擺喺石頭上邊，然後傾斜一半，大概咧咁樣就係45度啦。再傾斜多一半多少少，咁樣咧就會係15至20度嘅範圍啦。咁一陣咧，我哋會保持住大概呢個角度去磨嘅，跟住咧就將刀刃嘅前段咧放喺呢個磨刀石上邊，一隻手拎住個刀柄，另一隻手咧就輕輕咁壓住喺刀片嘅上面。再慢慢從磨刀石由下而上咁向前推，同時咧就會由呢個刀根滑向呢個刀尖啊。咁一路磨嘅時候咧，記得保持穩定嘅壓力同埋角度啊。咁每次推完一次出去，我就會將個刀拎翻起，翻去個起點嗰度，再重複呢個動作。咁盡量咧就要用晒成個磨刀石嘅長度同闊度。有啲人咧就會將把刀咧向前推完之後，直接喺磨刀石上邊拉翻把刀翻嚟嘅。咁有啲人咧又會直接垂直嗰個刀刃前後咁磨嘅，咁唔同人咧就有唔同嘅做法，最緊要咧揾到合適自己嘅方法，咁就 OK 噶啦。咁中間如果覺得嚿石咧太乾，可以咧加翻啲水上去，然後先再繼續磨啊。磨完一邊之後，可以檢查一下個刀刃嘅另一邊，輕輕摸一摸刀刃嘅邊緣，睇下會唔會感覺到一個微微嘅毛邊啊。英文咧我哋叫做 blur。如果感覺到係有輕微勾手嘅感覺咧，通常咧就係 blur 嘅出現啦，咁樣咧就表示咧嗰啲金屬咧已經被推到去刀刃嘅最邊緣啦，即係話咧個刀刃咧已經被磨到足夠鋒利嘅程度啦，然後就可以反轉把刀磨埋另一邊啦。咁磨好之後咧，就可以轉去呢個數值係3000嘅磨刀石啦。咁樣我哋又係重複同樣嘅動作，咁但係施嘅壓力咧就可以稍為輕一啲啊，令到嗰個刀刃咧更加光滑同埋鋒利。咁磨完之後咧，就用清水去洗嗰個刀具啦，同埋咧個磨刀石。咁記住個磨刀石咧抹乾之後咧，要將佢晾起，擺喺一個通風嘅位置，等佢完全自然風乾晒之後先至好收埋佢啊。通常咧磨完把刀咧，梗係都係攞張紙去試一試佢啦，因為試紙咧其實係最直接可以睇得出咧嗰把刀咧究竟係夠唔夠利嘅。咁如果好容易就可以解開張紙嘅話咧，見唔見到？咁啊即係話咧呢把刀咧已經係磨得非常之夠利噶啦。咁啊除咗紙之外咧，就算係番茄咧，我哋都可以試一試嘅喎。咁啊通常咧就係將個番茄就咁擺喺度啦，跟住咧將佢切成超級嘅薄片，完全冇問題啊。至於磨刀棒咧，用起上嚟就比呢個磨刀石咧簡單得多啦。咁咧佢就適合咧呢個日常嘅快速保養啦。喺用法上咧，首先咧我哋用一隻手咧握住呢個磨刀棒嘅手柄，咁嗰啲手指咧千祈唔好越過嗰個護手啊。而另一隻手咧就好似平時揸刀嘅手勢咁，咁我哋將刀刃咧放喺磨刀棒嘅上半部，保持佢15至20度嘅角度，輕輕向下拉，咁啊由棒尖滑到去根部，同時把刀咧都會由呢個刀根咧滑向刀尖嘅。咁每次拉嘅時候咧都要穩定同埋均勻，唔使快嘅，亦都唔使太大力。咁磨完一邊之後咧，換另一邊，將刀刃咧放喺磨刀棒嘅下邊。咁重複呢個動作，咁每邊咧大概拉10至15次左右就 OK 噶啦。咁磨刀棒嘅重點咧係要矯正呢個刀刃啦，而唔係要磨走啲金屬啊。所以我哋拉嘅時候咧就唔需要磨得太大力嘅。咁磨完之後咧，記得抹翻乾淨把刀同埋個磨刀棒，之後咧又係擺喺度咧風乾佢先至收埋啊。咁每次喺切食材之前咧，特別係比較硬嘅食材咧，用一用磨刀棒，好快咁樣拉幾下，咁嗰個刀刃咧就可以保持鋒利噶啦。咁除咗磨刀之外咧，刀具嘅日常保養同埋安全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喎。用完刀之後咧，記得即刻用溫水啊，同埋咧呢個洗潔精咧去洗乾淨佢啊。咁把刀乾晒之後咧，先至好收埋啊。咁咧就可以避免到佢生鏽啦。同埋千祈唔好咧將嗰把刀咧放喺洗碗機入邊啊，因為咧高溫同埋化學劑咧有機會會傷害你嗰把刀㗎。咁喺儲存你嗰啲刀嘅時候咧，最好咧就係用呢個 knife guard 啦，又或者咧擺喺刀架度，避免嗰啲刀刃咧同埋其他嘅物件咧可以碰撞啊。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崩嘅。同埋個刀尖永遠唔好指向人或者自己啊。咁我哋喺廚房做嘢咧，如果你拎住把刀經過其他人嘅時候咧，一定要大聲講 knife behind 咁樣提醒人咧
唔好亂咁喐啊，咁樣咧就可以減少意外發生啦。好啦，我哋今日嘅刀具攻略咧就到此為止啦。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嘅話咧，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出去啊，仲要 subscribe Big Boy Recipe 呢個頻道，撳住埋側邊嘅鐘仔，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啊！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